朋友们，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人吗？如果我说觉悟就像捅破一张纸一样简单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吗？如果你想真正的成为一个觉悟的人，那这个视频一定要耐心看完。首先，我先用一个比喻来引导大家如何去链接自信本心。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视，当它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你打开电源，它只是会亮起来，里面不显像。这个就如同我们的自信本心，它有光明，但是它只是一个整体，没有个体。而且这个整体它跟电视机还不同，电视机还有一个边界，但是我们真正的自信本心是没有边界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光明的屏幕它是无限的，它是无边无际的。用电视机比喻只是让大家好理解，同时也要明白自信本心如同电视机的屏幕。当我们动念的时候，一念波动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相，一动念就如同电视机在调频，你是什么样的频率对应就会显现出什么样的相。明白了这个，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现在的肉体就相当于在这个光明的屏幕上显的一个相，这个光明的屏幕里边有一个你，有你周围的人事物。当一个人没有觉悟之前，他不知道他背后那个屏幕，也不知道周围的一切都是自己调频出来的。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幻觉，他以为他跟这个世界是分离的，所以他执着于抓取外在的一切，以此来填补自己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。这个就叫无明着相，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从哪来，他到底是谁，他到底要去哪里。所以跟他互动的那些人事物当然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，跟他一起互动的人体验的这些人自然也就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我们该如何从无明走向觉悟呢？佛家有一个词叫一心三藏。所谓一心呢，就是上面我们所讲的自信本心，它是一切物质精神现象产生的本源。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非物质非精神的存在，没有主观意志，却又包含了一切物质和精神产生的原因。对于心的存在，我们不能用大脑去理解，因为我们的思维探索也是心的产物，我们也不能去问它怎么产生的。对此只有一个答案，本来就是那个样子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超越一切现象。不过尽管如此呢，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比喻的方式来理解心所产生的宇宙和世界。所谓三藏，即是空如来藏、不空如来藏、空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可以理解为心本体，心本体呢，不能用空和有来描述，只能用真空来形容。这里的真空不是外太空的那个真空，那是虚空和完空，依旧有个空无的表现，有表现便不是真空，而真空是虚空产生的本源，也是虚空中物质和生命产生的根源。而所谓的不空如来藏呢，便是真空产生的一切现象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能够看见、听见的一切外在物质现象，包括我们内心中的一切认知、智慧、思想、记忆等等，这些都属于不空如来藏。简单的说，但凡能被生命所认知的，都是不空如来藏。上至宇宙星辰、时空、空间，下至一粒灰尘其中的分子、原子，乃至我们的精神、念头，类似种种都能被认知和探索，都有所表现。这就是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的关系呢，就好比电视屏幕与屏幕上呈现的像的关系。这些像呢，有形状、有颜色、有大小，所以是有，但承载这些像的却是背后的空。最后一个，空不空如来藏，
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还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。如果说空如来藏是真金，不空如来藏便是用真金打造的首饰。首饰各种各样，各有形状。当我们看首饰，在看见它外形的同时，也能看见它的本质是真金。这样去观察一切身心和外在现象，便是看见了空与有的同时存在。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。理解到空不空如来藏，对我们提升内在智慧、解脱烦恼迷惑至关重要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烦恼，下一刻又产生了一种喜悦。一切喜悦与烦恼的本质都是真金。对此呢，在禅宗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表达，道在始尿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无论多么卑劣和不幸的现象，它们与一切高尚的现象本质是相同的。我们的一切苦与乐、智慧与愚蠢本质也是相同的，都是道的体现，本质都是真金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任何卑劣和愚痴，而是说，如果我们理解这其中的道理，就可以心不随境转，乃至可以做到心能转境，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调频。而要做到调频的关键呢，就是要明白心的运作方式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人看见济公和尚在寺庙里吃肉吃得津津有味，于是这个人便去告诉方丈，请方丈来训斥。结果方丈前来一看，济公正在嚼着自己的鞋底子。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济公在变戏法，而是说我们会根据自己不同的业力和因缘，哪怕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，所见也会不同。这便是心的运作方式。用水来做比喻，佛菩萨的心清净圆满，见到一潭清水便是见到一切祥和与如意。普通人见到水便是水，平淡无奇。而对于地狱中的生命，口渴无比却不敢喝水，喝水便犹如喝下岩浆一样痛苦。这个比喻中的水，就揭示了本质的相同，都是同样的心，却有不同的滋味和感受。因为心被不同的业力和因缘所围绕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应该明白，所谓的修行与解脱呢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当下去发现一切现象的本质相同。这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开悟，去透过一切现象看见贯穿其中的真实本质。其次是去修福报，让自己所见的一切变得美好。什么是明心见性？明心见性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因为我们所处的任何境界、任何现象都是心的体现。我们执着于现象本身就是迷，看见现象之中的本质就是明心见性。用一根麻绳来举例，我们只看见麻绳是一根绳子就是迷，更有甚者把绳子误认为蛇，这是迷上加迷。而明心见性便是了绳即麻，看见了麻的本质便是见性，时刻了悟到麻的本质，但不妨碍我们对绳子的运用。这就是智慧。道理就是如此简单，但真正做起来却有些困难。理须顿悟，事须渐处。我们之前有一期内容呢，讲了在楞严经中开示的25种明心见性的方法，有的从眼睛看见的现象开悟，有的从鼻子闻见的气味开悟，有的从眼睛本身能见开悟，有的从耳朵能听见的作用开悟，还有的从观察一个个念头生灭而开悟。这其中的道理就非常清楚了。一切现象本质都是相同的，眼见、耳听、心想都是心的体现。去亲自体悟到这个心便是开悟，便是明心见性。通常来说，我们认识世界、感受一切现象的方式只有6种。
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而任意发现这其中一种的本质，就能明心见性。而其中最具有解脱意义的呢，其实还是从我们的意识入手，因为我们的一切烦恼、愚痴、痛苦、喜悦、念头，皆是通过意识产生。单拿念头这一种现象来说，我们要认知到一个念头，需要意识的看见、识别、记忆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。我们无论从对一个念头的清晰识别入手，还是从对一个念头的看见入手，或是从念头本身入手，都能看见其中那个本质的心。只不过，这个发现心的过程呢，不能有丝毫的执着与期盼。就好像我们不能揣着一个要想开悟的念头而去开悟，因为那样就陷入了一念之中，陷入了现象之中。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期待，也不能没有期待，其中有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在有与无之中都隐藏着真相，就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纸，去亲自捅破，翻过那道分水岭，便是悟。从念头开悟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念头本空，皆如来藏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念头本空，这里的空呢，不是说要空掉灭除，而是无空说空，空而无空。说空是因为我们需要摆脱念头、情绪的束缚与牵引，这样才能体悟到自由的心。说无空是因为念头本身便是心的体现，就像水隐藏在浪花中，浪花是水，平静的水面还是水，所以空是心，不空也是心。如此便是当下真空，无空而空。皆如来藏是说空与不空皆是如来藏，皆是心的体现。而不变随缘呢，意思是心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记忆、习气、性格等等，显化出一个个念头。随缘不变就是一个个念头产生了，又消失了。无论这个念头是喜悦的、痛苦的、迷惑的、烦恼的，产生的心始终没有变化。就像海水上的浪花，有大有小，有充满泥沙的，也有清澈干净的，但其中的海水本质是不变的。而当我们体悟到心后，就像从一念中回归到了无限的海水，广阔、宁静、自由便是自己本身。由此，我们便可以在当下的一念之中，体悟到广阔而无限的真相。当我们在无空而空中空掉当前这一念的束缚，也便是从所有现象中解脱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